比特币的空单要加仓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目前我依然持有价值总合约30万美金的仓位价值，都是开空单。那以太坊呢，有着6100美金的利润，比特币有3000多美金的利润，总合起来大约是9000多美金的利润。那如果你也对这个利润很感兴趣的话呢，因为这张单子啊，我从挂单一直到现在都是完全是实盘的，而且在交易机会出现之前呢，我都有在影片里面非常明确的提到。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非常欢迎你点击我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而且是可以提币的。那 BigGet 你只要 KYC 就送你20美金的体验金，再加上盲盒，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参加我的 KCGI 战队。大家只要在上面开仓有获利的话呢，都会计算进入比赛的战绩，那会根据战绩呢瓜分265万美金的奖金。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我们从日线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从日线来看就一样是看空。那我们寻找做空机会的时候呢，要切到更小级别一点。我认为日线是没什么好说的，我认为我们已经说过非常多次了。那从4小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走的这个行情跟我们昨天所推演的或者说判断的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比特币往上测试了上方大约在26800的阻力之后呢，然后就往下破了。那我们也有提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它是有出现交易机会的，或者是说有出现加仓机会。毕竟我们的第一仓也不是开在这个地方嘛，我们的第一仓呢是开在27300啊。当时我们挂单的时候呢，是有完全录影的。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有在昨天的影片当中谈到，加仓的机会不外乎就2个，第一个就是它往上测试的过程啊，是一个不错的加仓机会。第二个呢，就是它往下破的时候，这是一个不错的加仓机会。基本上就这2个。那我个人已经加仓过了，所以我在这个位置呢就没有再加仓了。虽然说现在是开着30万美金的仓位，不过我们希望呢，我个人希望这个仓位是可以加到60-70万美金的仓位。但是我们要博弈的还是一张周期比较大的单子嘛。那如果在刚开始的时候建立仓位就建立太大的头寸的话，很容易让我的心情有很大的起伏所以我现在就建立比较小的仓位，然后等着行情慢慢往下走的时候，慢慢发酵，那我再慢慢加仓。尤其我自己在熊市的时候呢，我也会把仓位给减小，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牛市的时候开的仓位呢，肯定是比这个要大得多的。好，那我们从4小时呢，我们还有哪些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呢？如果我们用 VPPI 一拉，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目前的筹码都是很密集的集中在2条蓝色线之间。那这2条蓝色线呢，它也可以表示我们这整个箱体的上下边界。那上边界这个我们有谈到嘛，就是26800，它也是触碰到就可以加仓空单的位置。那如果说下边界被跌破的话呢，我会认为它也是一个再加仓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值不值得加仓呢？我认为现在就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呢，第一个它是我们的 POC 位，而且前面呢它有产生过一定时间的震荡，它往下的时候呢，我们也极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产生一定时间的震荡。那在震荡的时候加仓其实就不适合。加仓的时候呢，通常就2点，第一个就是价位好，第二个就是它有很明确的信号，比如说它爆量破了等等的。那我会认为，如果我们有跌破箱体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加仓，这会是一个更棒的选择。或直接更干脆一点就直接前低点跌破加仓这我也认为这种方式很不错。但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没有加仓，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开空单，然后在现在去选择开仓的话呢，或者说开空单就是个比较不好的方式，价位不好，而且甚至有可能产生反弹第一个是我们的 POC 位嘛，那再来就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这段上涨我们拉一个斐波那契把这段上涨呢看成是多头的人那他们会在 0.618 的这个位置呢等着去抄底，所以我们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我相信是会有一波抄底潮的。那有人抄底，我们肯定就会产生一波反弹嘛，可能产生反弹。那可能产生反弹，我们就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加仓。要加仓呢，也是等它反弹结束，或者说等它真的顺利下破的时候，行情真的发酵出来的时候，我们再选择去加仓，这才会是比较明智的选择。那其实当前的这波下跌呢，
我个人呢、还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健康，或者说不是很完美。如果说一个完美的下跌，它应该是行情在走下跌的时候呢，我们空头的量能啊，它会随着行情下跌继续往上增加。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量能走势呢，它是随着行情下跌，它也在下跌了，这个就有点没跟上了。我会希望行情下跌的时候呢，我们量能也是在增加的。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接下来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来看以太坊吧。以太坊在周线上呢，它是来到了趋势线的附近哦。我认为，如果比特币下破25000的话呢，那以太坊它会有一波爆破的行情，爆破趋势线的行情。那我们再看到日线上，呢，我们可以发现哦，以太坊它离前低点呢近很多了。你可以看到它离前低点近很多，跟比特币就有很大的区别了。而且以太坊呢，在我们这个调整的过程啊，它的高点啊，它是在往下走的，或者说它震荡碰触到的上缘的是在往下的。但是比特币呢，比特币没有，比特币它就几乎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了。所以以太坊它在这段走势当中是相对于比特币要弱势一点。那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以太坊的仓位呢是开的比比特币大，是比特币仓位的1倍。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DXY 吧 ，DXY 也就是美元指数嘛，它往上走的这波行情呢，比特币回落了，美股当然也回落了。那如果说它在接下来继续往上走，我相信比特币它就会跌破25000哦。不过呢，它目前是走到了一个阻力位，那这个阻力位呢，我认为可以产生一定的阻力效果了。不过它最后呢，我相信它还是会被破掉的。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